还有一次有朋友问我说，哎，这个黄金要下跌了怎么办？黄金这个东西，我跟你们讲，黄金其实最好分析。你要是分析股市，你是不是得分析这个国家的增速啊，经济基本面啊，是吧？黄金是不用的，黄金说白了就一个逻辑，四个字儿：货币超发。它底层的逻辑就是黄金储量是有限的。你现在是5岁，地球上黄金储量是有限的。你60岁了，你80岁了，地球上的黄金储量它还是有限的。所以当你拉长周期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货币超发，它每年就10%几这样往上发，而黄金储量是有限的。就算美元周期什么周期对它有影响，只要你拿的时间足够长，其实黄金是最不怕的，明白吗？就黄金是最好分析的。当然了，它有的朋友就讲说，那高点进去了还是挺痛苦的，几年，对，所以我们开发数据嘛。但是其实本质上来讲，黄金呢，它就算长时间的波动，怎么讲？它是一个在你家庭资产当中一定要去做的事情。就你不一定说啊，我就今年我就要达到多少仓位，要投多少，但是它绝对是一个定投的好方向。就是黄金资产是肯定要有的。然后我们入场的时候，这个节奏呢，可以根据我们的指数来。但其实风险，我觉得其实风险来讲的话，大家不用想太多，就最底层的逻辑，它的储量是有限的，而货币每年在超发，这是长周期的逻辑，最后一定是均值回归，它到它的那个全球的信贷有这么多，黄金这么多，它除以它，就是它的价格，对吧？那你信贷也好，还是货币也好，越来越高了，你在你数字上越来越高了，变成这么多了，你的黄金还是这么多，那你说它不涨，它怎么可能？对黄金这个东西，你看你的分析周期是多长？你的分析周期说我就是家庭资产，我长周期的，对吧？10年、20年以上的，那黄金可以去做定投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其实黄金是最好分析的、最容易理解的，普通人最不用怕的。其实很多人在乎的并不是风险，而是等待多久。所以啊，大部分人是普通人啊，